大家好，我是班大王，你也想和我一起起舞吗？是的，班大王以新术里的造型和可动，能够轻松跟上你的舞蹈，而且还能够阿曼提拉斯。是的，群星版的火影忍者终于出第4弹了。这一弹的主题是大战开战，这些角色都是试战的造型。不过看 C 位的话，还以为是宇智波内战呢。这次之所以不带鸣人丸，我猜是因为他背着兄弟们出了超越版了。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呀！所以即便端详是9盒，而且可以保证开出来的每一盒都是不重复的，也不带他玩，依旧是双隐藏，只不过鸣人换成了带土。两款手术的区别看样子只是配件了，形态是一样的。而替换隐藏带土的则是假的宇智波斑。一看这阵容的话，如果这一弹有个鸣人就好了，这样的话就能一弹直接抽起第7班了。这一弹的说明书也是改成了每个角色专属的。这么久了，不仅没涨价，配件也没变少，而且呢，竟然还更新树体了。可以看到躯干改成了圣斗士的同款，其余地方就都是根据最新的设计进行改良过的，甚至脚趾都分左右做成单独的分件了。胯部还改成了球形关节，从而增加腹部的可动，代价则是零件变多，增加拼装的时间。为了适配新规的躯干，自然四肢部分要拉长的，所以它的身高比例等方面是介于奥特曼和圣斗士之间的，以至于我第一次看到宣传海报还以为是超越版呢。我一开始就是奔着班来的，就先看一下它吧。这一弹都是刚开战时的造型，所以说这是绘图转生版的。不过包括班在内，很多角色都是有双形态的。他身上的装甲都很厚重，不过让位没问题，不会干涉住可动，就是头有点碍事了。新规衣服的褶皱细节也有给还原出来，他的头发很长，中间也有一段可动，头发是软胶材质的，可以掀开露出来底下的眼睛。右眼我看不见，但是你得有，对吧？可能就有人问了，新规的肩部可动虽然说不错，但是也还原不出来抱肩的姿势呀。海报它是用替换件来实现的。换上之后记得装回去肩甲，你看无敌是多么的寂寞。此外，它还有一对握拳手，一把焰团扇，还有大镰刀。这配置比隐藏款要豪华多了呀。替换脸这代每个角色都是有2个的，班的换上直接切换灵魂眼模式。佐助我没有开出来隐藏款，不然的话会多一个须佐能乎的彩透特效键，不过能用天照我就很满足了。这一弹角色的头发都是软 PVC 的，所以说替换脸型呢并没有很困难。不过受材料的限制，头发的细节呢就没有很锐利了。刚开战的时候他已经换上右的万花筒了嘛，所以说他也是可以放天照的。他的肩膀处缺一块，是因为袖子是比较宽松的款式嘛，需要做出来让位。因为每个角色都有上衣造型的限制嘛，所以说胸部是没有办法做出来可动关节设计的。所以这是胯部顶端改为了球形关节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弯腰了。下半身的话就是一个塑料裙摆，再加上软胶材质的绳子。所有角色下半身的造型都大差不差，不过也是肥款的嘛，会有一定的褶皱细节。脚背上也有褶皱，而且脚趾的细节分明。虽然不是隐藏，不过配件也挺丰富的，有千鸟、雷电剑和草之剑，一对武器握持手以及阿玛提拉斯的套装。看到这个白面具就知道我没有开到隐藏款的带图，抛开咱的上帝视角，就把它当成宇智波斑吧。毕竟一边写轮眼一边灵魂眼还是挺保真的。模仿半爷需要实力和血统缺一不可。他的长袍也是肥袖子，给套了一个新规分件，100是软胶材质的。他的配件焰团扇比起半爷的是缠了一圈布条，手型有一只插黑管的，可以看到中间的空洞呢又给还原出来，太细节了。此外还有一个组合结印手，当然这弹也会标配一个小组织成员的。虽然脚长得比较抽象，但是在小里面算是正常的一个了。他也只不过是头上的大夹子比较扎眼罢了，在组织里面存在感不强，但是2次换宝石都是因为他呀。作为有自我意识的忍者，我看这脸着实有些诡异，而且呢一体还是2个心思。他的制服就是前后合的硬塑料，配件是替换的常态脸。另外2个绘图转生的角色是斋部展和白。作为最早期的角色，战斗力属实有点跟不上了。不过看战绩的话，一个和6代火影打的有来有回，一个差点干掉了7代火影，所以造型也是相当拉风的。护额不好好的戴，而且绷带还缠得乱七八糟的。上半身衣服的版型倒是挺好看的，我也想要穿一件。下半身真的长得都一样，除了白。作为最美丽的男人，他的造型呢比班的还要复杂一点。他的肥裤子是直接套上去的新规零件，让位空间很大，不会干涉住可动。就是这绘图转生的脸有点吓人，背后的2个继承还有头包都是单独的分件，有可动。新规上衣造型做的是不错，脚部呢也是新规的人字拖。配件方面，他们2个的替换脸都是绘图转生的常规造型。作为结印时间最长的男人，斋部展的手型呢自然会有一对结印手的。此外还有他的斩首大刀，白的是握针手以及结印手。此外还有一张面具，把护额拆掉之后呢就给替换上了，不露眼睛又变美丽了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半爷认可的男人，虽然他皮肤泛红，而且头发上扬，但他并不是第8门开，毕竟他的特效键是咒虎嘛，所以说是第7门。他的另一个配件就是战斗脸，毕竟是铁术大师嘛，所以说没有其余的替换手型。新规的小腿很明显是和斋部展一样的嘛，这周细节倒是挺好看的。
最后第7班成员，先来看一下小樱吧。学会了百豪之后，她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。不过她穿了和女男角色同款的制式锁甲，对于女角色来说肩太宽了，而且领子太靠外就会显得脖子有点诡异。木叶除了个别角色之外，都是穿着这一身制式的锁甲嘛，基本换个头就是其他角色了。可以拿前几站的角色试一下。她的配件有组合脚印手、百豪状态的替换脸、一只小阔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群星版火影第4弹的情况了。这一弹新规的树体分件更多，而且全都是高人气的角色，你爱了吗？最重要的是它竟然没有涨价。